欢迎收听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个蛮有意思的主题——基督教的自律实践。我们手边有一份主要的参考资料，是《培养自律之心》这篇文章，还有一些相关的笔记，提到了所谓的12条属灵生活准则。那我们今天的目标，就是想从这些资料里挖一挖，看看这些从圣经来的准则，它到底怎么就不只是一种生活管理技巧，更重要的是它怎么变成一种深化信仰，甚至说是荣耀神的一种生命的操练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好好梳理一下。首先我觉得有个核心观念要先抓住，就是这里讲的自律，它的重点好像不是在说我要变得多有效率多厉害，而是更强调把它看作是跟神连结的一种生命的操练。这个观点您觉得在资料里是怎么呈现的？对，这个切入点非常关键。资料里面确实一直强调，就是说自律的行为本身，它其实可以是一种敬拜。这个就像罗马书第2章那边提到的，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个祭是圣洁的，是神会喜悦的，而且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侍奉。所以你看，每一次我们好像很频繁的在坚持做一些事，比方说规律作息啊，或者专心工作，这些都被赋予了属灵的意义在里面。哦，这个很有意思哎。所以文章里提到那个上班族他每天固定6点就起床读经祷告，这就不只是说我要养成好习惯，更深层的意义是他在实践那个所谓时间管家的职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，就像以弗所书说的，要爱惜光阴，好像就是把时间看作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很宝贵的资源，需要我们很用心的去管理，对不对？正是这个意思。而且还有那个学生的例子，早上起来他是先读圣经，而不是先滑手机。这个就完全呼应了马太福音强调的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这其实反映出一种优先次序的选择嘛，就是我先让我的属灵生命得到喂养，而不是一醒来就马上被这个世界各种吵杂的声音给淹没了。这些例子都蛮具体的，不过从知道道理到真的做到，这中间常常是最难的一步啊。资料里面提到说，自律是神恩典的回应，这点我觉得听起来很棒。可是对于可能正在挣扎的人来说，听起来还是有点像压力。这个回应的动力，文章或是圣经本身是怎么解释的它那个力量哪里来？这个问题很实际哦。文章里面有把它连接到加拉太书提到的那个圣灵的果子，像是仁爱喜乐、和平，还有节制等等这些。重点就在于这不是单单靠我们个人的意志力，你知道吗？硬撑，而是需要去依靠圣灵的引导，还有他加给我们的力量。所以说，自律是我们对神恩典的一种积极的回应，没错。但是能够做出这个回应的能力，它本身其实也是从神的恩典来的。我懂了，所以不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。那这是不是也跟你刚刚提到文章里说的那个团契生活有关？就是说要与自律者同行，大家互相激励、互相支持，这样。没错没错，箴言不是说吗？铁磨铁磨出刃来。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，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挣扎，也可以见证彼此的成长。这个确实能够提供很大的动力，还有提醒。不过当然要小心，就是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律法主义，或者大家在那边互相比较，你比较厉害，我比较差这样。重点应该是大家互相扶持，然后一起朝着那个荣耀神的目标前进。这就让我们看到，从个人的操练，像是文章提到的每日审思，反省一下自己讲的话、做的事是不是合乎基督的教导，这个参考哥林多后书嘛，到群体生活中的互相支持，这些都是自律实践的常语。那我想直接问问听众朋友，您觉得这些准则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怎么体现呢？
如果我们把这些都串起来看哈，其实每一次的自律行动，不管是防备分心，就像箴言说的要保守你心，或者是说要坚持到底，如同雅各书强调的，信心跟行为要并行，这一切它的最终目的，其实都是为了荣耀神，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福音的见证。就像您刚刚特别强调的重点，这所有的操练，它的根基一定是在圣经里面。诗篇说：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”目标就是要活出一个容身一人的生命，最终就像耶稣说的，成为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岗位上去反映出神的爱，还有他的信实。每一次的自律，其实都是我们对神敬畏跟顺服的一种具体表现。好，那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的，透过刚刚的探索，我们好像看到这些源自圣经的自律准则，他们提供了一条路径，这条路径帮助我们，更有意识的为神而活，把信仰真的落实在每天的行动里面，深化我们跟神的连接，最终就是活出一个能够荣耀神，也能够见证福音的生命。这也给我们还有听众朋友留下一个蛮值得深思的问题哦，就是回头看看这12条准则，在这个资讯爆炸，然后充满各种诱惑跟分心的时代哪一条让您感觉到最具挑战性？或者反过来说，哪一条最触动您的心？这背后的原因，或许正反映了我们当下最需要学习的功课，也说不定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